Hello，我是阿北，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今天呢，阿北将带大家逛一下东京电玩展了，顺便呢帮大家看看这次东京电玩展呢有哪些游戏。那之前有来过东京电玩展，不过距离上次已经是好几年前了，这次算是第二次。那这次呢将跟罗卡大大一起来逛东京电玩展，也顺便看一下有哪一些游戏的试玩版可以玩。不过时间有限可能没有办法全部玩完跟逛完那究竟这次东京电玩展有哪些游戏呢？就让我们来看下去。先来买一下展场 T， 这是展场 T 有很多，我自己看一下有几个图案蛮喜欢的。然后因为今天是商务日，所以我觉得买东西又比较快一点。刚我以为很多人排队，其实还好，排队人不会很多。然后我这次来应该会买主题 T 恤吧，跟 Sonic 的 T 恤。对，我本来就喜欢 Sonic。还有东京跟秀吧，可能会买5件，还有桃太郎电梯。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贝。东京电玩展终于来了，算第2次吧，第2次来电玩展。那今天是商务的第1天，等一下会去看看各展场展览的一些游戏。如果可以试玩一些新作的话，我会尽量试玩给大家看。不过人看起来蛮多，可能有点难度。话不多说，我们就出发了 ，Go Go！人王3试玩活动，击破好像有特别的东西。那人王3肯定是要试玩一下的啦，而且这也是第一款我在东京电玩展试玩的游戏。如果之前大家有玩体验版的话，其实操作就跟体验版一样，整体玩下来的感觉非常丝滑。不过之前体验版阿北没有做体验影片所以这边稍微提一下，让大家知道人王3呢这次跟过往不同的是，玩家可以切换2种不同的形态一个是武士风格，一个是忍者风格，当然对应的武器也会有所变化。武士风格的话可以使用刀长枪太刀而忍者的话呢就是双刀锁链或是手甲啦。而这次的人王3采取了开放式地图跟箱庭式地图的结合玩法，只要你进入主线地图的话，大部分都会采取箱庭式的玩法为主那在探索其他区域的话呢，就会变成开放地图的玩法。不过阿北觉得想要增强自己的实力开放地图的探索一定要做好，因为可能会拿到一些额外加能力的道具或是补给品，而且也有像过去一样找木林类似的设计当然只要找好找满你就可以额外设定一些加成而也因为电玩展的体验版是有体验时间限制的加上我跟罗卡我们2个人是共用一台，所以严格来说只有7分钟。整体来说挑战的难度更高了，加上你也知道阿北很容易健忘，我当下玩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忘记人王3的玩法了。你看你影片这段呢是我身体记忆，当下玩是被羞辱一番，而且也没有拿到 T 恤，有点小失落。不过也没有关系，因为游戏的完成度非常之高，我自己还蛮期待下一次的公开测试版本。那接下来就是体验萨尔达无双封印战记啦。那在这个体验版呢，可以使用3个角色，一个就是萨尔达公主，另外一个就是老鲁跟他的姐姐米涅鲁。而体验版呢，一开始会在海拉鲁的地下世界探索。阿贝在一开始玩的时候就发现画面的流畅度真的超棒，我自己感受当下应该是有60帧，因为非常丝滑。而在战斗的过程中呢，感受不到任何掉帧的存在性当然也有可能是画面的敌人没有到那么多，但阿北其实觉得其实蛮多的。那在这次的萨尔达无双封印战记中主要是可以用海拉鲁的佐纳乌科技来当辅助道具游玩。那在玩的过程我觉得超级有趣，只要你身上有足够的佐纳乌电池容量你就可以把佐纳乌科技拿出来使用。而在战斗中呢，也会拿到新的佐纳乌科技那用法
法其实就是复合指令，按住 R 钮啊，搭配其他按钮，你就可以使用特别的道具啊，或是佐纳乌科技等等。而这些装备道具啊，也跟你在玩旷野之息一样，想要随时使用这些道具，也可以按下方向键的右来使用。整理装备啊，或是使用装备啊，我觉得超级方便。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啊，把它搭到快捷键来使用。比较有趣的是啊，在使用佐纳乌科技啊，有些佐纳乌科技是可以直接放置在地上哦，让你的玩法和战术上的搭配啊，不会有太多局限，自由发挥。当然呢，一定有所谓的弱点系统啦，跟过往一样啊，比较强力的头目啊，把这六角形碎片啊全部打碎啊，就可以给他致命的一击。而在换人的过程中啊，也蛮流畅的，而且每个人不同的特性啊有做出来。像米内鲁啊，在步行的时候啊，他就以骑着佐纳乌科技的轮胎前进。比较有趣的是，下车还可以用这个轮胎去撞人。那被实际测试后啊，不知道是不是体验版的问题啊，无法指定角色前往指定的战场，因为在过往是可以的。而最好玩的应该就是同步攻击了吧？同步攻击为2人一组搭配的特殊技能啊，阿北在使用的时候是萨尔达加米涅鲁来使用。那使用过程会开着机器人扫荡战场，超有趣的啊！可惜的是剂量表不够啊，没有办法用其他的组合啊。那为什么不用呢？因为不小心就把 BOSS 打死，然后体验版就结束了。那整体体验下来呢，我觉得完成度非常高啊，而且老实说还打得蛮爽的，画面又丝滑，这个真的是真心推荐必买的作品。那试玩完毕后呢，回到会场啊，哇，没想到外面排萨尔达无双封印战绩的人越来越多了。而我们也逛下现场的摊位啊，也有一些物贩，现场有一些立牌啊、海报啊，以及一些相关的电玩小物啊，看起来都还不错。而我想这2个挂轴应该是大家最想要的了吧。OK， 下一个出发的目的地就是史克威尔艾尼克斯啦。那这次史克威尔艾尼克斯也拿出了压箱宝《勇者斗恶龙7》的重做版。那现场有很多相关的摆设啊，像是一些模型啊、马克杯啊，甚至还有我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在酒瓶里面的模型啊，我觉得这个超棒的啊。如果是我的话，这个我真的很想收集，因为太有那种 feel 了。不过这个时候啊，人已经开始多了啊。下一摊呢，就是前往华硕的 ROG 摊位啦。我们在这边呢试玩了 For Xbox App 的掌机啊，没想到试玩到一半 ，Xbox 的总裁来到现场。那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还蛮兴奋也期待的。毕竟呢，有在做电玩的频道啊，有看到相关的一些大人物们的时候啊，心里会特别的兴奋，而且就很近。只不过啊，媒体也很多啊，阿贝还垫着脚来拍摄啊，有点辛苦，但是想一想也值得啦。接下来要试玩的鬼舞者，没错，鬼舞者，新的鬼舞者啊，后面卡普空，然后等一下玩玩看看怎么样啊，如果可以拍的话就拍给大家看哦。然后目前还在排队中，这次展场下来啊，很多游戏虽然都要排队，可是大部分都在30分钟之内就排得到，所以我觉得蛮快的。如果你这几天刚好还在东京电玩展的，我觉得建议能试玩就试玩。版本不同，所以玩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自己用哪个版本。那接下来就是鬼舞者新作《Weight of the Soul》的体验游玩了。那这款啊也被玩下来，我觉得非常不错，刀光剑影非常的帅气啊。就打击感来说啊，剑与剑互拼刀的状态下，那个火光产生出来的效果感受真的不错，会真的有一种拿刀剑在对视的感觉。而游戏的画面也十分漂亮啊，加上整体玩下来非常舒服啊。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展场的关系啊，因为玩家离萤幕其实还蛮近的，所以玩起来可能在转视角快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晕眩的现象。那有些玩家应该比较关注的就是战斗系统了吧？战斗系统的话呢，就像原先在克隆展讲过的，有重攻击跟轻攻击啊，也有一闪的设定啊，甚至完美格挡的设定都有。而实际打斗下来，我不确定是不是大萤幕的延迟关系啊，让我在按下完美格挡时机非常难抓到，有一种要提早按的感觉啊。希望只是大萤幕的延迟感啊，看看正式版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吧。
当然也因为游玩时间不多啊，所以游戏中啊一闪的次数实际上还蛮少的。不过有用出一些特殊攻击啊，就是对敌人使出特别的处决技之类的。而这次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完美格挡之后可以接下来做的各种动作啊，你可以将对方弹开呀，也可以用特殊技能。游戏最爽的应该就是肢解对方的躯体带来的快感吧，因为现场玩的版本是有肢解对方的躯体，感觉起来很爽快，血腥度对我们这些成年玩家来说绝对是够的。而整个体验下来的过程啊，应该跟科隆展玩的体验版本是一样的。有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上网看一下这款作品啊，我肯定是买爆的，真希望它快点发售。PlayStation 的摊位，哇，镜头照不到，哦，很大，等下去里面看看有什么。Go。宇宙机器人的展示墙，好酷！它这展示墙很有趣，有一些小彩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其实严格说起来，就是索尼自家的一些游戏啊，然后他把里面一些角色啊做在这张图里面，像那个什么那个太空那个什么，异形那个游戏我想不起来，你看那个，还有那个抓猴啊，然后那个下面我刚好看到一个 PS 的那个 PDA 叫什么，可以养电子鸡的那个，有看到吗？超多的，还蛮酷的。羊蹄山战鬼试玩区好大啊！那接下来试玩的这一款呢，就是漫威斗魂啊。那这款呢，阿北玩一玩啊，还没有去看制作商，我当下就觉得是Arc System 做的游戏啦，因为那个感觉太像了。你看那个飞走的画面就很像圣骑士之战奋战的那个破墙攻击啊，会飞到画面的另一端啊，还有那种连续技的击飞攻击啊，浮空啊也是。而实际上在玩过这款游戏的感想，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七龙珠 Fighter League 啊，再加上圣骑士之战的系统融合在一起吧，有点像是高速的战斗啊，加上换人的系统啊，而且还可以打一个爽快的连段。如果你可以连得好的话，就可以一直连，一直连，一直连。当然啦，资源控管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体验版的画面啊，看起来都还不错，它会比较像日系风格，不会像美系风格的那种画风那么重啊，线条不会到那么粗。而可以用的角色啊，总共有8个，它是每个队伍的4对4作战啊。不过实际上的系统啊，因为也只能玩一点点时间，老实说系统真的还没有摸得很熟。但是我猜测啊，就有点像，对，你知道吗？阿克西斯作品的集合体吧，某一些作品的集合在一起的那种游玩感觉。攻击方式呢也不会太困难，玩家可以透过轻中重就可以轻松连段。那最后接个招式啊，叫个援助攻击啊，继续改变连段继续接，并且用终结技啊或是击飞技继续打这样嘛。不过我觉得他钢铁人是不是有特别做设计啊？那个头盔为什么看起来很像钢弹？那整体玩起来也是蛮顺畅的。我觉得喜欢漫威英雄系列的话，可能会喜欢这款作品吧。好的，那下一个摊位啊，就是 Konami 的那我们就马上来到桃太郎电铁2的试玩摊位了。那现场布置的感觉啊，非常的热络，很像在祭典的那种感觉。而现场的试玩啊，只有玩半年的时间呢。当然，游戏就像过往一样，不过这次分成东西日本啊。那在体验版玩的话，以中日本版本为主啊。那玩的方式就跟过往一样，不过这次的物件啊，好像有比过往再细再多一点。看地图感觉好像还蛮大的。光东日本而已就这么详细了。而一样啊，跟过往啊，只要能第一个到达目的地啊，就能获得庞大的资金。那在结算日到之前啊，累积更多的资产收益比啊，你就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不过啊，肯定会有一些额外的事件来干扰你，例如说啊，碰到评审啊，或者他不小心变身了，你有可能就算本来是第1名，也会瞬间变到最后1名的。也因为这样啊，再加上可以使用一些卡片，多样化的玩法让这个 IP 啊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就连我自己也蛮喜爱的。当然啦，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中文化啦。那这款游戏啊，目前官方也没有讲会不会有中文化，希望是有啦，不要到时候又分2个版本出，不然这样买起来的确还蛮伤本的。而体验版呢，它某些道具啊看起来是可以无限使用，也不确定之后就会不会像体验版某些道具可以一直用一直用啊，又有可能是地图太大的关系啊，才做了这样的设定吧。当然，一切等正式版出来，我想大家就知道了。
那接下来就是沉默之丘的试玩摊位啦，不过由于人潮众多啊，我们就没有排啦。而今天刚好也是游戏发售日啊，我想这一款我回台湾再慢慢体验好了。而接下来呢，就是 Sega 的摊位啦。哇，我来看 Sega 的摊位，真的超大的，现场啊，还有天下一番町的场景啊。那之前看啊，有一些 coser 都有来这边扮演啊，尤其是抠真岛无郎，我真的觉得蛮道地的。而整个会场看起来人也超多的，也有很多人在试玩。那刚好有碰到制作人横山昌义啊，他现在可以说是人中之龙工作室的代表了吧。当然他的职位其实不止这些啊，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查一下。那也有安排一些声优啊在现场啊做活动啊。当下逛下来的话，其实已经4点多了吧，我们还在看看有哪些游戏试玩。不过真的时间一下飞快就过了。好，逛完了东京电玩展了，我只能说东京非常的热啊，不是，我只能说这次电玩展下来啊，我个人觉得惊喜处还蛮多的啦。像我试玩了几款游戏啊，什么鬼武者啊、桃太郎电铁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游戏，但是太多了，我现在有点混乱，因为里面真的那个氛围太棒了。然后这次是我算第2次来电玩展吧，那上次一次我记得是跟罗卡来，而且好几年前了。后来应该自己的经费打算啦，所以想说这次啊刚好有空就来看一下。那整体逛下来感觉真的不错啊。那有看到很多新奇的游戏啊，还有一些个人想玩的试玩游戏都有玩，我觉得超棒的。然后现场 coser 也蛮专业的。然后因为接下来游戏啊，我觉得都非常的多啊，像9月、10月啊，像11月吧，可能大家看到这个影片之后，应该会有很多新作的预告都会出现。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期待，尤其是明年，我觉得应该Switch 2的游戏应该也会再多很多。影片最后要感谢台北国际电玩让我有门票可以进来，也谢谢罗卡带我来这边参观的国际电玩展，因为我们是用商务票进来。然后进来的过程其实比一般票会好很多，人目前玩起来也不会太拥挤，超棒的啊！如果觉得影片不错的话，也可以按个赞，有空的话来看看。我是阿北，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哦。还有记得罗卡也有拍东京电玩展影片，有兴趣也可以去他频道看一下。就先这样啦，大家拜拜。